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铁柱早早来到楼下，没想到关香泉也在楼下等着。铁柱，我新买了一辆车，今天就用它带你们回农村见见我未来的大一些。能定下来的话，以后你就得改口叫我姨夫了。我发现你怎么像欠干似的呢？少跟我废话。这回大包小包的岳林跟王霞也都下了楼。小姨，你们先回，我们去商场买点东西，随后就到。铁柱在商场买了各种电器，装了半个4轮子，最主要的是去服装厂拿那件连衣裙。回到上平村，岳林一看这么多人，有点紧张。这咋请了这么多人啊？这不是盖了新房子吗？我爸就想在乡亲们的面前抬抬头，就搞了个酒席，也顺便把你的同学都请了。出息了，真的出息了！看看铁柱现在混得多好，给家里盖了小洋楼，还买了这么多的电器。可不是咋的呀？看看那大彩电，估计得2000多块吧。那个就是洗衣机吗？我还是头回见到呢。玲玲，你这衣服也太好看了吧？在哪儿买的呀？是不是很贵？果然去市里工作就是不一样啦。这些都是铁柱给我买的，我在农业公司都没干够半个月，连工资都没发呢。那也比我们这些前途茫然，还不知道有没有单位肯接收的强啊！眼看着实习毕业，可是周主任那边却没有任何的消息。说到这里时，王霞跟关向全也回来了。你瞅你弄的那个发型，就好像个拖布一样。我就说不好看嘛，他非要这么弄。你们懂个屁！赶紧把东西拿家去。大姐、大哥，你们好。好，好。小伙子身板不错，抽烟不？不会。喝酒呢？舔口就醉。做啥工作的？在粮贸市场搞大米批发。对了，我还给你们弄了200斤大米。大侄子，一会帮我抬进来。就在大家笑闹的时候，门口又来俩人。曹叔，你啥时候出院的？今天上午出的院，我可不想过节也待在医院里。现在你是发财了呀，都盖起了小洋楼，不像我身后这个混账东西，一辈子也没有个出息。现在不送菜了？现在地里已经没菜了，别的村子都批发给了那些菜贩子，我要是收的话，就得给高价。可是给那几个地方送菜，价格也要不上去，所以只能是不送了。气得铁柱真想给他一脚，好不容易打下的市场，愣是让这个傻子给做没了。他曹叔来了，赶紧进屋，待会咱就开席。而王霞那边还埋怨起岳林，咱俩还是好姐妹呢，你啥时候买的这连衣裙也不跟我说声？这是铁柱给我设计的，回头让铁柱给你弄一件。东西都拿来了吗？赶紧给同学分下去吧。把买的礼物这么一发，那些同学可高兴了。我可是一直都想要块香皂啊！岳林，你太好了。顶干啊，我都有点想家了。岳林、王霞，你看你们现在混得多好，再看看我们，都不知道前途在哪儿。如果分配不到工作的话，我们就回老家去。你们可都是大学生，这么灰溜溜的回去，多让人笑话呀！是大学生又能怎么样？现在大学生也得自己找工作，我们又没有社会工作经验，哪个单位肯要我们啊？我倒是有个工作给你们，帮我去会市周边所有的农村收秋粮，每收到1斤玉米，我给你们每人2分钱的提成。玉米哪有那么容易收啊？每年的农民都会把玉米卖给农业公司，就算不给农业公司，也会给那些粮商，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是关系户，你就是有钱都不一定能够收到。铁柱，叔你说的没错，咱们也都是农民，也知道其中的那点猫腻。你这法子不灵的，好在我跟小林也都是农业公司的人，亲自去收粮可能还可以，别人的话可能真的不行。今年的气候好，收成也好，粮食价格都偏低。去年的玉米还5分钱1斤，今年的玉米已经是跌到3分钱1斤了。但是我收购玉米还是5分钱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提前订购明年的玉米，还是按照最低5分钱的标准进行收购，每个农户都可以预付50块的定金。大侄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5分钱1斤收粮。我当初收菜的时候也是说到做到了呀。啥也别说了，今年我家收回来正好5吨玉米，都卖你了。旁边的村民也都跟着吆喝了起来，说啥都要把玉米卖给铁柱。直到这时，岳林跟王霞都看出不对劲，铁柱好像并不是在帮他们，而是要自己收粮啊。铁柱，你是想自己收粮吗？媳妇，你太聪明了，一下子就被你看出来了。我的确是要自己收粮。不行啊，你也收粮，而且价格给的这么高，那我们还收谁的粮啊？你们就收我的粮啊？怎么想，岳林都想不明白铁柱要干什么。你别想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帮你们的。总之你记住一句话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你、支持你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岳林是又感动又迷惑。铁柱，我们跟着你干，明天我们就开始去收粮。好，明天早上你们来我爹这里，先把每天的饭补和路费领了，收购好的玉米直接送去市里粮贸市场关香泉的仓库存放，别的就不用你们管了。但是我有要求，所有的粮食都得给我收上来，1个玉米粒都不能剩下。就在这时，楚喜先走了过来。大伙都吃好喝好，待会还有菜。铁柱你过来，你曹望叔有话跟你说。
铁柱，你生下来曹叔就抱过你，是看着你长大的。小的时候我就说你这孩子生的又精又灵，撒尿都专门往人的嘴里呲，就说你长大肯定有出息。南乡你农叔也跟我说了，他说你在山上发现了煤矿，这么说你以后就是大老板呢。看看你，再看看我那儿子，我就想知道我这上辈子是做了啥孽啊，才能生下这么个没用的东西。曹叔今天也是想豁出老脸求你个忙，代代相更吧，我也不求啥，只要他能娶个媳妇，给我曹家续上香火就知足了。曹叔谢谢你。曹叔，你这是干嘛？回头我给祥哥安排个活总行了吧？混账东西，还不快点谢谢铁柱。谢就不用说了，给曹叔争点气吧。明天你先跟那些同学去收粮，也是给你2分钱的提成。周围的这些村子你都熟悉，收粮对你来说也不难。但是有一点，不准打架欺负人，机会我只给你这一次，你不好好珍惜我也没法子。知道了。这时，月玲也拿着礼物来到近前。阿姨、叔叔，今天过节，这是我跟铁柱给你们买的礼物。叔叔，我知道您喜欢喝酒抽烟，这几瓶好酒跟这几条烟是送给您的。阿姨，这个金手镯是我选的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喜欢，喜欢，只要是小林送的，阿姨都喜欢。只要你们俩好好的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月玲害羞的回去跟同学继续吃饭，铁柱就把楚喜先拽回屋里。爹，你把这1万块钱拿着，从明天开始给邹淑敏他们每个人5块钱，让他们帮我收粮。行，到时候给他们拿了多少，爹给你记着。酒席渐渐散去，天色也慢慢的擦黑。铁柱给邹淑敏等人又安排了一番收粮的工作，便和月玲回市里去了。去街上挤俩人回到市里，直接来到招待所，说好晚上请岳启耀吃饭的。岳启耀也一直都在等他们，还是一到乡老地方。月玲点菜的时候，铁柱先把提前准备好的月饼给黎国强送去。黎哥，人家过节都笑呵呵的，你咋苦大仇深的呢？咋的了这是？还一个人喝上了闷酒。你来的正好，陪我喝点，哥的心都快没缝了。我老丈人还等我吃饭呢，你就直说，到底咋的了？给你愁这样？这饭店可能开不下去了。啥就开不下去了？看破红尘要出家呀？这个月赔了2000多，再这么赔下去，这饭店也就没法干了。那你咋想的？要把饭店兑出去吗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10万兑不走。再说谁会接手不赚钱的买卖啊？我这想想都上火。那还对他干啥？这个买卖不行，那就换别的买卖呗。活人还能让掉憋死？我倒是有个想法。铁柱，你有啥想法？快说给我听听。以你这饭店的规模，完全可以改成夜总会。这个法子真不错，只是咱们这边跟南方可是有不小的差距。别的不说，就是夜总会的那些音响、灯光设备我都搞不到。经济发展有差距不假，但是人们追求娱乐享受的心情可没有南北差距。现在不是你想玩不让玩，而是想玩没地方玩。你只要肯做，灯光音响设备我给你搞。铁柱，当时我跟老赵就说，你就是我俩的贵人。今天要不是你跟我说这些，我这都不知道得上多大的火。咱啥也别说了，我干，而且是你说咋干我就咋干。现在我手里还有点资金，足够搞夜总会的，你只要把设备给我搞来就行。今天晚上我得陪老丈人，明天我就给你搞设备。行，那你赶紧去，今天晚上都算我的，吃了饭走就行。你干嘛去了？再不来菜都凉了，赶紧给我8道酒啊！铁柱随即给岳启耀满上一杯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。伯父，今天是传统的中秋佳节，在这个喜悦的日子里，我祝您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全手硬气。我先干为敬。话就是很普通的祝福话语，但是却让岳启耀心里有点吃惊，因为这话能从铁柱这个没啥文化的乡下人嘴里说出来可是不容易。铁柱，你现在有了煤矿，我倒想听听你打算怎么开发。这方面伯父是专家，我说的那些在你面前都是班门弄斧。我这边已经跟南方的公司达成开发协议，他们提供资金，我来进行开发。首先是确定矿脉分布，然后就是购买挖掘以及钻探，还有运输设备，当然还需要雇佣大批的工人以及安全工程师等等。最主要的就是聘请有经验的师傅，毕竟煤矿的开采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安全才是最主要的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你自己还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开发煤矿，还得借助别人的资金开发是吧？前期的资金的确比较紧张，但是煤炭开采出来，资金问题也就解决了。铁柱，你的想法还是有些单纯了。开发煤矿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，得需要各方面的关系维持才行。而且现在开发煤矿得看你有没有开采的资质，如果不具备这个资质的话，你可能连开发许可证都拿不到。还有安全检测、地质检测等等，这些你都想到了吗？你跟小林都是才步入社会，虽然你也做了几篇买卖，但是那点经验根本就不够用，更别说是社会经验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如就让家浩也入一股吧，毕竟家浩经商多年，
有很多的人脉跟社会资源，而且还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比任何人都信得过。最关键的是，他手里有资金，正好可以解你的燃眉之急。我觉得让他入股30%还是比较合适的，到时那些什么许可证啥的办起来也容易。铁柱终于明白岳启耀说的是啥了，原来这杯酒他是为了应家浩喝的呀，而且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不答应，连许可证他都不批，这是硬逼着他答应啊。爸，我咋就搞不懂，你为啥老是替殷家浩说话？你明知道殷家浩的野心是想霸占铁柱的煤矿，他在铁柱的面前还总是挑三拣四，冷嘲热讽，你还想让他入股？别说是铁柱了，我都不同意，不答应。男人之间说话，你一个孤男家家的插什么嘴，让别人觉得你一点家教都没有。你吃你的饭，别掺和这些。反正就是不行，那煤矿也有我的份，我不答应，谁也别想入股。我想听铁柱说，不想听你说。铁柱，你来表个态吧。小林说的没错，煤矿有他一半的股份，应家浩想入股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有条件。什么条件你都可以说。股份制这个东西，伯父您应该很了解。入股的一方要按照入股企业的实际评估价值进行入股，而不是想入多少就入多少。我的煤矿现在探明的储藏量有7000万吨，那么按照评估价格25块一吨来计算，那就是17.5亿。应家浩想要入股30%，那就要拿出17.5亿总评估价的30%入股才行，那就是5.25亿。如果应家浩能够拿出这笔钱，我就同意他入股。你这……岳启耀的脸都黑了。关键是铁柱说的没错，这是正规的正确的入股方式，气得岳启耀一个劲的咬牙咧嘴，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爸，这回你听清楚了吧？如果他有这些钱，那就让他入股，没有的话，以后你连提都别再提这个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铁柱开着关向前的车拉着岳启耀来到南乡。欢迎岳总来到南乡，我代表全乡村民向您表达热烈的欢迎。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，咱们现在就进山吧。薛叔，那就麻烦您前面带路吧。薛洪昌可激动上了，他不过就是南乡的质保主任，平时哪有什么机会接触这样的高层人物，立刻上前开道。农怀安心里就在琢磨，自己还是低估了铁柱的能力，几天的时间就把薛洪昌给笼络住了。就在这时，早已等待的高劲松等人见队伍到来，立刻迎了上来。现在我们最缺少的就是你们这样的技术人才，能够勘探出这么大的煤矿，你们都是功不可没啊。岳总过奖了，这都是我们的分内工作，为了商业发展，我们也早已做好贡献自己一切的准备。高师傅，你先给岳总说说这里的勘探吧。高劲松立刻心领神会，随即给岳启耀介绍了起来。另一边，薛洪昌也跟铁柱低声的笑道：“还行吧，今天那是相当行了。对了，中午饭都怎么安排的？本来想安排在乡里食堂的，可那食堂1年半载的不用一回，厨房都塌了。我就决定在我家放上几桌，我媳妇正准备呢，保证鸡鸭鱼肉全都上桌。待会岳总视察好，咱下山就吃饭。”俩人把本该农怀安安排的东西全都给安排了，反而把他给晾在一边。农怀安实在是憋不住心里的怒气，主动上前：“铁柱，之前咱们的确是有点误会，你农叔我说话比较直，有啥难听的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以后你开发煤矿，咱们什么都好商量。”农叔不必这么客气，以后煤矿是煤矿，你是你，这里也不可能有啥误会。洪昌啊，那你就别在这待着了，你回去看看你媳妇的饭做的咋样了，酒水啥的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不用去看。就在这时，岳启耀在那边喊让铁柱过去。看岳启耀那满脸的笑容，铁柱就知道岳启耀的心里肯定非常满意。伯父，还可以吧？还算可以。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发？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就差一个开采许可证了。听了这话，岳启耀却直接摇起了头。